伊朗军事实力上来说啊，它拥有数量庞大的地对地弹道飞弹，而且在上一波以色列跟伊朗的这个冲突之中，就看到伊朗其实已经很清楚的告诉以色列，伊朗的高超音速的飞弹可以穿透以色列的防空网。那既然伊朗一定会回击，而且伊朗弹道飞弹的跟高超音速的飞弹的反击能力很强，美国在这个区域中集中的兵力跟数量其实都还双双不足。那这个时候，如果他决定对周边完全不要命的反击的话，美国跟以色列也不见得挡得住。如果美国没有办法完全抵挡的话，那对于美国的这个面子来说，绝对是挂不住的。好，今天首先跟3位老师一起来看的是世界大事，在我们录影的这个当下前一刻，发生了伊朗被攻击的事件。那么在这段时间，其实大家都在问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到底会不会出兵攻打伊朗？就没想到呢，在今天下午呢，最新的外电消息啊，在中东地区传出的最新外电消息是，根据有多家的外媒报道，伊朗的首都德黑兰传出了爆炸声响，而且是接连发生了爆炸。那么有多处呢，都冒出浓浓的这个黑烟出来。以色列的防长啊，也进一步的证实，他们对伊朗发动了预防式的打击。以色列全境也因为他们攻击伊朗呢，现在在以色列全境也拉起警报。那么以色列当局呢，也警告全国的民众，尽量待在安全区域附近，随时警戒来自伊朗的报复行动。我想先请教大使，因为先前讨论了很久啊，就是美国到底什么时候会出兵，而且呢，什么时候要打伊朗，跟到底会不会打伊朗，其实一直是这几天大家在讨论的焦点。但我要先问的第一个问题，现在伊朗被打了，但结果却是以色列先出手，这个顺序上是以色列，为什么会是这样？其实以色列的这个第12频道他们的说法是，他说这一次的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应该被视为是以色列与美国的联合军事行动。OK， 那当然就是说前2天已经有美方的媒体在透露美国现在这次打伊朗的这个军事计划是由以色列先发动攻击，然后造成伊朗对以色列的反击或者报复性的攻击，然后美国以这个伊朗攻击以色列这个理由再加入来打击这个伊朗啊，所以现在这个情况会不会照这个情况，美国再继续接手？那就带我们来后续的观察了哈。大使觉得先是以色列发动了第一击，然后您刚刚提到说，以色列如果被攻击的话，那么接下来就看到是美军会有动作了哈。这个应该是美以双方之前都已经先沙盘推演过的。对，我看有一些报道说，以色列抓到机会率先动手啊，而且他强调是预防式的攻击，预防式的攻击，先发制人，好像就是说以色列有点趁美国跟这个伊朗之间关系很差的时候出手。那其实这个跟过去的例子不太符合，因为去年6月的时候也是以色列跟美国联手，那么一起攻击伊朗的核设施。而且这样子的，美国正在伊朗刚刚结束一轮这个有关这个伊朗跟美国关系的一个谈判嘛。谈判之后以色列如果说是没有得到这个美国这个同意，或者不是在美国跟以色列合作之下就对伊朗发动攻击其实会被解释成对美国是落井下石。没错。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应该就是以色列跟美国的一个联手行动的第一步。那后续会怎么样发展？很可能照美国媒体的这个预测，就是说等以色列以伊朗做了回击以后美国再进场。不过第一轮的回击第一轮的以色列的攻击伊朗的外交部在刚刚也就是12点15分的时候他们说已经发动了2轮的攻击。第一轮的攻击是12点15，那时候是由以色列的国防部部长自己出来宣布，已经对这个以色列对伊朗进行了这个先发制人的攻击。那接下来过了10分钟，以色列外交部又出来说已经进了2轮。那照一些地面的一些报道，现在被打击的地方主要是德黑兰市的市中心。那么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就是这一个攻击主要是在攻击哈梅内伊的办公室以及重要的伊朗的政府机构，是，所以被认为这是一个斩首式的攻击。
那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看到的被攻击的是这个地面的防空基地防空这个系统也就是在德黑兰的防空系统被攻击。另外还有就是说这个伊朗的重要军事基地。对，所以到底如何我们还要再一点时间才晓得。是。那不过这个攻击已经开打了，我觉得就变成开弓没有回头箭。这个出手以后现在就看伊朗怎么回应。那伊朗的回应的强弱或者方式的话，那我们现在就很可能就会变成伊朗下一波或者是以色列的单独的，或者说美国以色列联手的攻击。对，那这就可能性就很高了。所以现在接下来要看的就是，因为目前所知道的讯息有限我们只能针对有限的讯息来做相关的研判不过就从目前已经发动了2轮的这个攻击来看，是先由以色列出击，然后呢在军事上面的话，孝伟兄你看那接下来以色列不被报复是不可能的，因为伊朗一定会报复。我们想当然尔应该是知道是这样。那如果一旦被报复之后呢，大使刚刚也研判，美国就会出手了。那所以接下来在打击上面，你觉得美军的动作会是如何？其实美国会不会那么快动手？我觉得真的还有待观察，倒不是故意跟大使的这个意见相左右。因为其实我们从美国集中在这个战区目前的兵力来看，其实他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全面攻击是远远不足的。为什么？因为你看以这个航空母舰的数量来说，它现在是只有一艘就位，就是那个林肯号到那个北阿拉伯海另外一艘福特号也是要在过去的路上，但对不起，因为最近有些状况嘛，那个船到塞浦路斯去了。那到塞浦路斯可能要把那个出问题的那个系统要修好之后才能再去。是，当然，即便塞浦路斯它也不是会过苏伊士运河到那个波斯湾，而是它会在地中海的东岸，然后借由它的战机对以色列伊朗境内发动攻击。但是如果说今天我们把时间往回调23年。2003年的时候，当时美国准备要进攻这个伊拉克的时候，他当时是准备了5艘航空母舰对，数量相当的多。那你说5艘，那现在等于只有1+1。虽然说那个时候美军的逆中战机没有像现在这么多那时候美军逆中战机数量非常少，但是现在美军它主要的那个战机都是以逆中战机为主，但是也还是不可小觑的，就是伊朗它用地对地弹道飞弹回击的能力其实很强，而且在上一波我们那个讲到以色列跟伊朗的这个冲突之中，就看到伊朗其实已经很清楚的告诉以色列，伊朗的那个高超音速的飞弹可以穿透以色列的防空网。当然打得准打不准是另外一回事。其实这种高超音速飞弹一定要配备核子弹头，它打下去才有意义。为什么？因为它其实在那个弹道末端的时候，很容易因为一点偏差而产生比较大的这个偏移，没有办法精准的击中目标。在这个时候，如果你以战术打击的角度来说，它的意义是不大的。但这个时候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好，那既然以色列伊朗一定会回击，而且伊朗弹道飞弹的这个跟高超音速的这个飞弹的反击能力很强，那美国在这个区域中集中的这个兵力跟数量其实都还双不足。再加上其实前几天我们看到美国已经训令使馆人员这个在以色列的，如果你要走就赶快走等等。然后另外像巴林的这个美国第5舰队，其实这个那个舰艇基本上能动的也都已经离开了这个巴林港其实目前巴林港真空状态，因为巴林其实离伊朗非常非常的近我记得我们那时候从巴林飞那个美国的这个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大概才飞了30几分钟就飞到了。然后那其实，在我们当时降落到罗斯福号的位置，再过去没多久100多里外就是伊朗的这个领土。所以其实从巴林跟伊朗的这样一个距离来看，美国把巴林这个地方撤空是绝对合理的，就降低被攻击的风险。对，降低被攻击。然后你整体来看，你说今天这个以色列动手了，美国会不会马上动手？我个人认为不敢讲一定准，但是我个人认为他一定会在等到以色列跟这个伊朗之间再缠斗一段时间之后，然后那个时候美国才会决定出手。如果今天因为今天美国是超级大国伊朗它其实本身是一个军事实力上来说虽然说它的海空军跟在美国军面前完全是没有什么战术价值，但是它拥有非常数量庞大的地对地弹道飞弹。那这个时候如果他决定对周边这个完全不要命的这样的反击的话，美国跟以色列也不见得挡得住。上次我们刚刚讲那个伊朗的这个飞弹，以色列已经不是完全挡得住，
那这个时候，如果今天伊朗又要攻击像巴林，或者说像其他那阿联的这些美国这个基地，对不对？然后那这时候，如果美国没有办法完全抵挡的话，那对于美国的这个面子来说，绝对是挂不住的。所以我个人认为，美国会再稍微观察一段时间，也就是当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攻击，当然如果以色列被伊朗反击得很惨，我相信美国那时候一定会出手相助。为什么？因为以色列是他在中东没错非常重要的盟邦，美国绝对不会坐视不管嘛。对，然后但是如果说今天以色列打得很顺，我觉得会像上次那个模式一样，就是等到以色列把这个基本上伊朗的相关的这个防空抵抗能力或是一些重要抵抗设施都清空的差不多的时候，那个时候美国再下去踹最后一脚，就是既能够达到美国跟以色列站在一起，又能够让美军在战争中的损失降到最低。其实你可以看到川普上来虽然说对外有这种小动兵的这样的态势，但是他很重视军队的这个安全性，伤损了，对，伤损就是损伤的部分来说，其实川普还蛮在意的，也就是他希望他的军事行动尽量不要有他的人员损伤。这也是你可以看到美国现在这个在武器发展上尽量朝向一些什么无人化、中程僚机啊等等这一些努力去发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趋势的一个原因是。OK， 所以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以色列，他等于是打头阵，他发动第一波，但是呢，美国准备在后面视情况而决定看如何发动第二波啊。先前我记得在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这个互相你说对打的过程当中，也看到了伊朗的飞弹确实造成了以色列包括铁穹系统的这个100%的防御率的神话被打破。那表示说呢，伊朗是耐得住打，而且也可以去造成这个他的敌手能够有些损伤的。所以现在问题来了，就是说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伊朗的德黑兰就是他们的首都，现在已经被至少攻击了几轮的攻击。那现在呢，换成伊朗，他接下来的动作就很重要了，因为接下来伊朗会报复，但是他会用什么方式来报复？他们的思维，马老师怎么看？我觉得现在这个局，就是说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啊，打他的是以色列，所以他还击的对象应该先针对以色列，还是针对以色列。他这个时候没有必要对美国用兵嘛。而且我认为 Donald Trump 在这一波里面，他主要的目的还是在跟德黑兰谈判。怎么说呢？在委内瑞拉的时候，美军说动就动，然后就是完全不张旗鼓的动。但是这一次伊朗的问题，美军的动作太大了，大到就是他预先就告知我有12艘这个驱逐舰开往这个阿拉伯海，我有林肯号开往这边。然后我觉得这个动作太大，所以看起来川普想要虚张声势。但在这一波的以色列攻击伊朗，这个美军知不知道？我认为是知情的。刚才少伟哥提到，就是福特号其实他在地中海，在塞浦路斯正在修，但是今天外媒的报道是这艘船已经开到了这个地中海靠近以色列的这个外海的部分，也就是说一艘航母刚好就定位，另外一艘林肯号就在阿拉伯海这边然后这个巴林基地的这些美军基本上先撤离那边做避险的动作。那这个动作跟去年6月，就是如果大家还记得12日战争，就是以色列跟伊朗要开打之前，美军的动作是一样的。有没有这么巧的事情？美军部署完成，以色列就动手。所以说中间已经看得出有些端倪了。我觉得他美方应该完全是知情的也允许了以色列做这个动作。但是现在对伊朗来讲，他的这个主要攻击他的这个国家是以色列嘛，他不可能。虽然他知道美军在后面按住这至少有助长声势或在那边按兵不动，对，但是他这个时候没有办法开第一枪，因为发动攻击的是以色列，是，而且我认为美军如果开第一枪以后，会有比较大的问题。第一个是美国被 involve 进来，第二个，其实以伊朗它的这个空军跟海军能力并不强，但是它的导弹能力很强。然后它的这个地对海的这个飞弹，包含努尔还有这个 Gadil 这些飞弹，其实在要打这个航空母舰绰绰有余所以我觉得美军的航母在这边能够发生的威慑效果，其实相对来讲并不是这么高。虽然伊朗没有办法跟他用海空军直接正面迎战但是当美军假设出手的话，他就有正当理由可以去攻击美军的这些目标。那我觉得这个对美军来讲是一个蛮头痛的事情。对，最重要的事情还是在伊朗的这一波，美军透过什么方式暗地里援助，然后达到了某些战略目标以后，然后 Donald Trump 来接手后续的谈判工作。因为过去的1个月里面，看起来双方谈判
这个并不顺畅了。并不顺畅，并不代表说就要立刻开打，对不对？对，就是并不顺畅。其实美国的目标很简单，你不要再做浓缩铀，然后你的导弹技术不要做 ICBM， 然后这个你的这个跟邻国的关系，像是叙利亚，像是这其他国家，你不要去煽动他的恐怖主义。我想这些目标很清楚。可是对伊朗来讲，我没有核武，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保命嘛？这个就是简单的逻辑。所以我相信他们在谈判过程里面的确不太顺利，但是还是有谈判空间。当剑拔弩张已经这个箭已经射出去的时候，其实后续我相信这个德黑兰态度可能会有一些转变。欢迎回来，欢迎全世界。中东局势还是目前全球最瞩目的焦点之一啊。最近伊朗发生了大规模骚乱，那有外媒的分析呢，这主要原因呢是来自于12月底的经济危机。当时呢，这个伊朗的货币里亚尔汇率突然暴跌，所以使得首都德黑兰的商家还有店面等等纷纷歇业抗议。不久之后呢，就引发了全球演变成这个全国的暴动。那结果呢，美国财长 Bessent 他也公开承认了，到后来就公开承认说，这就是美国在后面操纵这个汇率他自己跳出来说跟美国有关。好，多年来其实美国呢就以美元结算的体系作为核心，对伊朗实施了层层的制裁。像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运动就是如此啊。这么多年来呢，其实伊朗几乎是世界上受到制裁最严重的国家，惩罚的范围不限于美国公民或企业，也扩大到其他国家的个人跟企业。那另一方面也看到了美国主导的联合国还有欧盟其他国家呢对伊朗进行相关的制裁，这个范围呢更是扩及对伊朗的石油跟天然气贸易的制裁。好，所以从这种种过去一直到现在的经验来看，建姐您觉得美国一直在用经济手段，不管制裁封锁啦、围堵啦，甚至呢操纵汇率，他自己都明白的讲，就是我们使得这个伊朗的金融体系出现了这个非常大的变动。可是真的有看到有什么实质上的影响，甚至是包括达到想要颠覆他的这个政权的这个目的吗？最近呢，我的一个好朋友就是 Jeffrey Sachs， 他一直不断提的就是 Clean Break 1996年给纳塔雅胡所提的这一个干净切割计划。那如果你从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点来说呢，美国进行了将近30年，根据这个大计划的蓝图，在以以色列为核心的其他的国家视为反抗之狐的这个大概念底下，陆陆续续的对了伊拉克、叙利亚、伊朗以及黎巴嫩呢，都做了很多的军事动作。对，目前黎巴嫩算是定于一尊，阿塞德政权被推翻，换了一个新的政权，所以暂时抵定。但是我觉得台湾跟西方的媒体很少人谈到说，当 Mark Rubio 去跟伊朗说，我们现在如果要谈判的话，我们要做一个全面谈判，而伊朗其实做了一个回应。他做了一个叫做全面和平的对美国的提议，叫做 Comprehensive Peace 那么这个是在半岛电视台上面明白说的，很少人知道，那么很少人报道。那它这整个的概念是说，你每次都是要告诉大家说，我们这个抵抗之狐是如何，然后这边伊朗呢是因为有核武，然后对我们做了很多的作为。但是今天如果要谈判，去年6月的12日战争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谈判到了最后礼拜天要谈判的时候，礼拜5来轰炸，对，然后一开头是以色列开始去轰炸的。所以如果要谈判，我们可不可以把它整个包裹起来谈？就是中东其实现在有2个不同的道路，一条是从像1996年的那个 Clean Break 计划里面，要把其他的对以色列不利的力量呢全部削弱的，这个一直进入了无尽的战争。这是以色列最想一个无尽的战争，一直打，而且今天就算你去再一次的对伊朗推翻了他的政权，那么将来呢，这还是会有一次又一次的反对，不可能完全没有。另外一个呢，是有没有可能做全面和平？那全面和平的最高的前提，其实是1948年在以色列要建国的时候的2国方案。当然我知道我自己也有很多朋友因为历史啦、文化或者是宗教上的理由，对以色列是绝对支持的。但是我们在经过了这么长的加沙的人道危机的时候，大家可不可以至少听一下他们的全面和平方案？这个意思是说，若是能够让巴勒斯坦人在大家都同意的情况之下呢，有一定程度的基本的巴勒斯坦国，那么连
以前已经现在被撕毁的那个 JCPOA 啊，是还有联合国的2231的决议文呢，通通可以拿回来重新谈。因为伊朗曾经同意过把他的核武计划纳入国际的监督，可是后来就被撕毁了嘛。这就是那个就是伊朗核协定啊 JCPOA， 所以他们的整个的方案里面就是包含了你一劳永逸的，真正不是说把其他国家都打垮，真正的一劳永逸是要让两国能够有两国方案，让巴勒斯坦也能够建国。对，然后接着再往前走的话，伊朗愿意放弃他现在所做的比较强硬的一些主张，一起讨论一个在国际上面的和平。那这个东西现在是叫做2002年就有一个阿拉伯的和平倡议，是由伊斯兰国家开始做的。我认为，过去几年的确对形势是有所改变的，因为加沙这么残酷的人道的危机啊，使得在过去这短短的时间之内，承认巴勒斯坦的国的人，在联合国有150国了。对，193国中间有150国，包含了一些欧洲的大国。这些以前是跟着美国走，是不会承认他们的。因此，这个新的势头，谁也知道，只要美国不答应，以色列不答应，就不会进入永久和平，还会进入无尽的战争。但是2月7号，由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因为名字翻译我要看一下，阿拉格齐在半岛电视台所正式提出来的 Comprehensive Peace 呢，值得大家想一想。因为只要没有在釜底抽薪的解决它最终的这个根源，因为每个人都知道1967年吧，6月6日战争之后，以色列从埃及取得了西奈半岛加萨走廊，从约旦取得了约旦河西岸，从叙利亚取得了戈兰高地，那甚至呢黎巴嫩以南的这个黎南这部分呢，也正式的进入了军事的一种控制。那这一些所扩张的这些领土，是到目前为止其他的国家都还算是承认现状的哦。对，这个现状当时是承认的，虽然它在正式的领土化的地方是没有的。所以你今天去看以色列地图的话，这几个国家就是埃及、伊朗跟黎巴嫩、叙利亚都没有在这个新的以色列的地图上面做很强硬的主张。对。所以，如果能够在1967年的疆界下，同时能够有一个两国方案的话，这是伊朗现在的和平的提案。我知道大家的立场不同啊，有些人认为还是要全面的支持以色列跟美国的主张，但是他们讲的难道不值得想一想吗？对，因为只有你要想办法，伊朗那么庞大的国家，不可能被你全面夷平。今天这个政权走了，明天那个政权回来。美国杀过了苏雷曼尼，伊朗杀了哈尼亚，以色列杀了哈尼亚，你把领袖都曾经杀过了，可是还是没有，你不可能全面的战争，是全面的占领，全面的改变他的政权。那这个情况之下，会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反反复复的战争？所以，全面和平的前提是一定要釜底抽薪的把巴勒斯坦国的问题解决。对，这。大家想的是釜底如何抽薪啊，不然的话就只是治标不治本哦。那当然，除了刚刚讲说经济制裁，如果经济制裁有效的话，可能这个问题会到现在还无法解决嘛。所以呢，除了经济以外呢，在军事力量也用上哈。最近也看到说，第2艘航母就是五角大厦也宣布了，除了原本的已经在这边有大军压阵之外呢，第2艘航母就是布希号呢，也即将要进驻到中东哦。看起来又是一次的极限施压。可是另一方面也看到中国大陆这边055的大驱这个驱逐舰的编队呢，也被外界捕捉到出现在伊朗周边的海域，包括了瞭望1号侦察船呢，也被看到有出现在附近。那解放军的部署当然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可是出现本身就是一种讯号啊，大使如何解读？对这个，因为西方的媒体对这一次055大旗出现在阿曼湾啊。那么做了很多解读啊，那像 CNN 啊、路透社他们就说，这个是中国大陆对这个区域的紧张的一种军事介入，是对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权的一次赤裸的挑战。那所以呢，这个西方对这件事的解读是非常的严重。那可是中国大陆没有很明确的讲他的动机，可是他很多有关的报道也说，包括俄罗斯方面也说，他说3月份这个年度的中俄伊的所谓的海上联合军演
就要在那个地方举行。所以这个是这个年度军演之前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调度跟部署。他也没有说你西方这个媒体有点小题大做。对。那另外一方面，中国大陆也提出说，他说其实中国大陆的军舰出在上阿曼湾，事实上也不是第一次。他说事实上的话，去年的12月2号，那么中国第48批护航编队，因为中国大陆在吉布地。有关的有军事基地，所以这个护航编队也有经过阿曼，所以他说其实中国的军舰出现在阿曼湾，其实对阿曼湾来讲从来就不是一个意外事件，所以是一个常态的事件。不过当然就是说这一次去的是055，那当然这个可能就是说主要是为了这一次的这个军演嘛。那另外还有一艘就是它的瞭望1号，它的侦测船，那就。敏感人士就说，是不是要在那边收集军情，然后提供给伊朗啊？不过我认为就是说，我觉得都有可能性。那055出现在这个时机，现在这个时间出现，那你也不能不说中国大陆其实对于国际事务的态度可能已经完全脱离过去这种韬光养晦的那个时代。对，那是要有所主张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次川普在处理中东局势上面，跟在中南美这边处理委内瑞拉这个很不一样啊！是委内瑞拉说打就打，而且强调速战速决，把人抓了就解决了。但是呢，伊朗不是这么一回事啊！来，画面右下方你可以看到说，伊朗跟委内瑞拉相异之处在于说地理位置这个是不同的啊。它特别在波斯湾这个地方的重要战略位置，它一旦打起来了以后，不是只有伊朗跟美国这件事情，或是以色列的事情，它牵扯到了中东周边整个国家一些相关的局势会如何的变成一个区域性的冲突。还有呢，美军万一造成了伤损的话，这个事情可就大条了。另外就是怕会变成了持久战，所以种种的因素这背后要考量的复杂性因素 ，Russ 你怎么看？川普常常说他是 peacemaker， 他是爱好和平。那是他这样说了，对不对？但是从他第一个任期到第二个任期，其实很明显，他第一个选择不是动用美国军事能力。虽然他这次回来执政，在第一年2025年去年，他动用美国军事能力，不管是在Venezuela 或Nigeria 或其他的地方，他的确是有的，但是我还是认为不是他第一个选择，所以那个时候也是给 Maduro 很多时间离开，提前主动离开。那 Maduro 一直不要，那就美国Trump 就下令派兵去抓他了。伊朗也是去年以色列一直要轰炸伊朗，那川普一直想看能不能达成一个共识，一个跟伊朗一个协定。好，今天跟3位老师，我们先来从美伊之间的关系现在中东的局势一触即发了吗？美伊两国呢，他们的代表2月6号在阿曼展开了会谈。而根据伊朗方面外长阿拉奇表示，美伊的核谈判有好的开始，但是又在同一时间呢，伊朗的武装部队已经提升到警戒强度最高的高度战备层级。那伊朗会升高战备层级主要是因为在谈判之前，德黑兰已经先亮出了底牌。这个底牌呢，就是表明发展弹道飞弹计划是伊朗的红线，这部分不纳入谈判。英国的智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就分析，伊朗或许会在这一次谈判当中放弃高纯度核原料，来交换什么呢？保留核计划。那希望目的就是争取时间，争取什么时间呢？争取在川普卸任之后，伊朗再恢复这个核原料，就是铀浓缩的相关提炼活动。好，那么现在谈判就是这样，虚虚实实，各取所需，各要自己的。那么伊朗现在不打算呢把弹道飞弹计划纳入谈判，也强调这个就是伊朗的底线，这部分不纳入谈判的范围当中。我想先问一下黄老师，你怎么看美方开出来的条件？如果太苛刻，伊朗是不会接受的。但现在也谈到了，其实是可以交换的，是不是也在找一个台阶，让双方尽量都避免开战？怎么看？我相信就是以军事战备来讲的话，美国已经重兵压境了相当一段时间，都布好了。对，那么伊朗也提升到最高的军事准备程度，那么战争一触即发，基本上是可以这样去理解。可是呢，周边的很多中东地区的国家包括其他的境外的
大国都希望美国跟伊朗能够透过和平的方式去解决彼此之间争棋，就不要打。那么第二个就是站在美国的立场，这个谈总是要谈的啊，基本上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美国愿意谈的原因，一方面是你军事用兵能不能够像之前的轰炸核设施，或者是对委内瑞拉那么干净漂亮，很短的时间零伤亡的情况之下，应该很难啊。那对付伊朗，如果不是这个战果的话，你直接冲击到就是11月3号美国期中选举，那么所以在选前用兵就变成比较谨慎。那既然关键在这里，就是说今天的核威慑有2个东西，一个是你的核弹头，另外一个是那个发射系统。这个如果你没有导弹，你有核武也没有用啊，你送不到。打不到你要打的地方，所以伊朗这次画的红线看起来，他是想保留他这个未来如果有核弹头的投射系统，也就是说，他要保留他的弹道飞弹，不纳入谈判的内容。那也做好破局的准备，因为战备已经拉升到最高了，最坏的准备打算，最坏的准备是摆在那边了。那么谈谈无妨，因为事实上伊朗自己内部也有很多，前一阵子有很多内部的问题，再来就是经济制裁一直没有取消，对伊朗最有利的形式，倒并不是说我的核能力核威慑能力会拖延几年的问题，而是如何尽快的解除部分经济制裁，那个对伊朗内部的稳定很重要。而且先前伊朗也放过狠话，他说如果敢打伊朗的话呢，他就要把它演变成一个区域型的战争区域型的危机，不是只有伊朗。那当然呢，因为只要美国成兵在这个讲好了准备对付伊朗，第一个开国安会议开始准备的就是以色列嘛。没错，对啊，所以它不会是单一的美国跟伊朗之间的问题，它会牵涉到其他区域国家。先前几天也传出说以色列都忍不住了，想要逼宫就是要逼川普出手但是现在看得出来，美国还是按兵不动。而且我们要对照的是最近中俄美3国元首的个别热线通话一并拉起来做分析。等一下特别请教黄老师跟邱老师怎么看那当然在这个谈判的同时，伊朗最先进的从军事上面来看，伊朗也说他们也做好最坏打算，如果谈崩了，那么就兵戎相向了。好，那最先进的长程弹道飞弹就是霍拉姆沙赫尔4型，也被称为是海巴尔。这个飞弹呢，已经部署在伊斯兰革命卫队新建的地下飞弹城，而伊朗也宣称呢，这个飞弹呢在大气层内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9900公里，大气层外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19700公里。那采用的是卫星制导系统，可以同时打击80个目标。爱国者或者是大卫投石锁系统都很难把它拦截下来，就是说攻击力很强伊朗还宣布呢，已经部署了4枚速度达到8马赫、射程2000公里的超音速飞弹，可以在15分钟内就抵达以色列境内。虽然达不到美国，但起码可以造成以色列的重创。好，那现在回到，如果伊朗真的跟美国的谈判谈得不好，刚才黄老师也特别提到了，做好了最坏打算。邱老师，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拉近最近这2天看到的中美俄3边的元首各自热线一定也是在讲伊朗的事情。是。那现在对美方来讲，我们先从美方的角度思考，他们打伊朗最忌惮的是什么？其实现在比较麻烦，就是美军在中东地区的防空的能量不够。其实对美军来说，他没有什么好害怕，就是它是一支进攻型的军队。对，那攻击的时间跟攻击要打击的目标都是由美军选定。但是对对美军来说，他最忌惮还是伊朗的弹道导弹的能力，因为伊朗弹道导弹大部分都是藏在山体里面，就是它所谓的飞弹层，它其实把山挖空，就跟我们金门的那个坑道情况其实一样。那这种藏在山体里面的防御设施，你很难单纯只是用一般的传统炸弹去打它。也就是说，它有还击的能力。对，它具备还击能力，就是在美国空军没办法保证说，我可以把所有的飞弹层的出口全部堵住之前，那不管是以色列还是美国
在中东的各个单位都有被攻击的危险。是，那这个也是目前川普一直举棋不定最主要的原因。那伊朗，我们经常会笑说，伊朗把他的国防科技都点到弹道导弹这个天赋树里面去，但其他像防空系统或者是传统的空军跟海军，那现役资源的关系，就发展比较不像弹道导弹领域这个部分对伊朗来说这么先进。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伊朗美国在用武力施压伊朗，那伊朗也在用武力回应美国的施压。那因为不怕打的样子。对，伊朗一定要不管他怕不怕，现在一定要表现的不怕打，因为真正的重点，因为我们知道战争都是政治的延续，其实真正的重点还是双方在谈判桌上面，美国这次究竟想要拿到什么，而伊朗又能够在这样子的压力底下为自己保留什么？所以对于这个美军来讲，他说他们的思考可能就是要想办法在第一时间，如果真的打的话，就要想办法把所有可以还击的能力都给它降到最低。可是对伊朗来讲的话，只要能够造成美军的这个重创啊，或者是要受伤啊、伤亡，一旦是美军伤亡，那就是大事情了。对，因为美国的军队在打仗有一个比较不好的习惯，美军比较能打顺风仗。如果一开场上来，比如说美军的第一波空袭，那你不要多，你只要有1-2架飞机被伊朗打掉，对，那接下来川普就很难做决定。但是这种节奏上的错位，会导致接下来美军在中东接下来的所有作战行动，会开始出现一些原本计划里面没有的摩擦。对，而伊朗就在等这个东西。OK， 所以最近这个中美俄啊，就是中方主动先打给俄罗斯，打给普丁，然后呢再打给川普哈。我们如果把这个中美俄三方元首的各自通话，因为我看到事后很多的分析是谈了很多，川普当然也发文表示谈了真的很多，但是呢，其中重中之重就是在想伊朗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好像川普决定中东这个地区有点像中南美洲，就是我们经常有讨论到这个 Monroe Doctrine 已经变成 Monroe Doctrine。好像川普也是认为中东地区是美国要伟大。那川普第一个选择不是像小布希或奥巴马动用美国军事能力就入侵伊拉克跟阿富汗。接下来10几年做这个所谓的 country building， 这个再造国家的动作，那川普也是经常批评，但是好像川普已经决定好了，中东地区还是美国伟大，要伟大啊！不管是用政治影响力或者经济方面的影响力，甚至部署军事能力，那这个不等同真的要入侵伊朗，但是还是部署军事能力是有的，这个没有撤退，所以好像川普真的也是发讯息给俄罗斯跟中国，中东地区还是美国伟大的地区。好，可是你提到了唐罗主义啊，这个你想想门罗主义嘛，现在是唐罗主义，它在中南美洲，它这个可以横行无阻，可是拉到了中东地区，就有办法像是在中南美一样吗？这是川普要想的，而且现在如果是在三方元首各自通话，形成的是一个局面，就是中加俄是大于美的。但是说实在，如果我们看目前中东地区目前的情况，那埃及是靠美国的，约旦是靠美国，以色列不用讲了。Syria 那是因为 Syria 去年2024年底是换领导者，对不对？阿萨走了。对不对？那本来是中国跟俄罗斯在那边有影响力，现在是几乎是没有，对不对？那不管是沙烏地阿拉伯、阿联酋，虽然这些国家跟中国关系也是非常非常好，但是如果他们要选边站，他们还是会选美国了。他们还是把以美国的关系为主，不是以中国的关系为主。所以其实目前的，如果看这个地区的话，那目前的情况是唯一的 exception， 唯一的没有靠美国的。好像是伊朗，所以那川普就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从军事上面，我们刚刚特别请教到了邱老师哈，就是说伊朗有还击的能力，但是现在就是先政治后军事，
先从外交，然后呢，听到他们的外长说谈的还可以啊，就表示说目前似乎是没有到一个临界点，还有机会嘛？我们目前看到最新的消息是，那个伊朗已经拒绝了美国对他们的铀浓缩的要求。对，那紧接着我们大概会看到一波双方军事的姿态会往上升。就美国，因为美国的谈判触礁了嘛，那他必须要施压，所以我们大家可以预计，在未来的48小时之内，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或者是以色列可能会对伊朗施加某种程度上面的军事压力，再施压，不一定会真的打起来，但是现在美军只是就定位而已，但美军还没有开始有准备攻击的这个，甚至以色列也没有任何的动作。那接下来可能48小时之内，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跟美国可能会动起来。对，那这个动起来倒不一定是真的为了打，因为其实对大家来说最大的利益就是在不打起来的情况底下，美国拿到美国要的，以色列要的。对伊朗来说，他能够保住他认为真正重要的部分。那现在很明显，弹道飞弹的问题这次不谈。然后资助周边什叶派武装团体的，这次也没有谈，剩下来只聚焦在浓缩铀的这个部分，而浓缩铀这个部分，今天早上已经谈判破裂了嘛，那接下来应该会有一段时间，就是双方各自回去练兵备战，而且要营造那个态势啊。我接下来就想请教 Russ 啊，因为打的话就要考虑代价跟后果了哈，所以也听到说美国财长贝斯恩特他最近也出席就是参议院，在美国国内这个参议院的听证会上面啊，这是银行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他说呢，美国成功在伊朗境内制造了美元短缺的冲击啊，导致伊朗的金融体系出现连锁反应，最终呢就造成了去年底所引发的大规模银行挤兑潮跟货币危机。当然，这个压力就到了伊朗的执政当局。好，那另一方面呢，流亡海外的伊朗前皇室啊，这个巴勒维呢，也公开呼吁要推动狮子与太阳革命。他主张呢，建立世俗民主国家，也说呢，未来将会依法追究镇压民众者的责任，就矛头都对准了伊朗的执政当局啊。好，那我先问的是，贝森特的说法不正坐实了？因为我常常听你在节目当中讲说，美国是不会去干预别国的内政的哈，这不正坐实了美国想要造成伊朗内部的内爆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后果跟代价。那很明显，美国对这个伊朗国内美元的的确是有动作了。贝森特也公开说了，所以对啊，所以的确是有这个动作，但是有没有一个中长期的计划，其实我们都不知道。那万一真的推翻这个胜选政治，那后果您刚问后果，其实也不知道，因为我刚刚说了，川普也不想入侵，所以他不会派10万、20万美军去占领这个国家，这个也是不可能。所以如果真的是造成更大的，因为本来这个国家就有经济危机了，那如果造成更大的经济危机的话，那后果到底是什么，其实是不知道。